多年以后，当伯恩斯面对记者的采访时，一定会想起他和奥黛尔双宿双飞的新婚蜜月。奥黛尔自称是一位立志拯救世界的杰出企业家，他创建了名叫救生艇的公司，高举环保大旗，声称要将海水转化成干净的饮用水。救生艇公司研发的净水器只有手机那么大，便携，实用又便宜。当然，以上都只是宣传概念，实际产品要等金主爸爸大力投资才能顺利问世。作为环保小卫士，丽莎自然被奥黛尔的故事圈粉了，成为了他的狂热簇拥。他还代表广大粉丝在线上采访过奥黛尔，向他抛出了一个好问题：你为何要创建救生艇公司？奥黛尔又分享了一个故事，他的祖父在二战中当水手，所属军舰不幸被鱼雷击中，祖父被困在了救生艇上，周围都是水，却没有一滴可以喝。祖父最终放弃了求生，死于极度脱水。奥黛尔决心以祖父为戒，坚持到底，永不放弃，让救生艇的项目成为现实。他现在只需要一点点钱。丽莎想起了春田镇首富，随口说出了伯恩斯的名字。奥黛尔立即像饿极的狗见到肉骨头，双眼烁放光。第一次见面时，奥黛尔喊出的口号是：我们的世界缺水了，我们需要一位慷慨解囊的英雄。伯恩斯可是养狗专家，背负着春田镇第一黑心企业家名号，一贯冷酷绝情，生人勿近，世界毁灭关他什么事儿？哪怕到了阴曹地府，他的钱也是只进不出。大家都觉得没人能从他手上要到投资。奥黛尔的毅力远非常人可比，他跑，他追，他插翅难飞。经过奥黛尔长期坚持不懈的骚扰，伯恩斯终于屈服了。他将自己的大部分个人财产都捐给了救生艇公司，还要把核电站的一座冷却塔捐出来当救生艇公司的总部。红墨所属的部门被集体解雇，以更高的薪水被救生艇公司重新聘用。奥黛尔和伯恩斯联手创建全新的企业文化，给每位员工取了一个头衔，天天开大会，灌输他们的工作将开创更美好的未来，拯救资源日益紧缺的世界。但在这些形式主义的改变下，公司内部却变得越来越保守神秘，员工们必须签署严格的保密协议，跟公司具体项目有关的一切事儿都成了禁忌词。红墨回家后，甚至不能向家里人聊聊工作的事儿。就在这种越来越神经兮兮的氛围中，伯恩斯和奥黛尔结婚了，他们成为了新的 IT 界强势情侣，出现在各大杂志的封面上。伯恩斯可是天选之人，全世界第一个没有血型的男人，每天睡在高压透明玻璃舱里。媒体称两人的结合是坟墓前的浪漫。关于两人婚后生活的八卦转移了公众的注意力，以至于大部分人都还没反应过来，理念口号喊了一箩筐的救生艇公司是时候研发出可用的原型机了。不知道奥黛尔具体是怎么做的，总之他忽然就成功了。海水拖延机只有水杯大小，董事会每人面前都摆着一杯淡化后的海水。明明说好举杯相庆，奥黛尔却把水杯封了口，还说这是为了商业保密，竞争对手可以从尿液中提取能窃取专利的技术。董事们自然懂得商场如战场的道理，也就不好提出质疑。员工们也被合同缝上了嘴。然而这世上总有敢于仗义直言的人。卡拉斯维申尔，一位著名的科技记者，他怀疑救生艇公司只是在遵循科技行业的剧本，假装成功了，直到真的有所突破，或者一直瞒天过海，直到公司上市，股东们套现跑路，部分员工被利益捆绑上贼船。红墨就给马基弄来了200个股票期权，这样一来，大家一如巨荣，一损俱损，帮忙遮掩骗局的人也就越来越多。中分头教授作为总工程师，居然不被允许检查原型机内部的构造，只要有记者经过，奥黛尔就很紧张，好像在试图掩盖什么，连员工都可能被扣上专利帽子，被限制了自由。卡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句领导在隐瞒什么，结果第二天他人就消失了，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尽管救生艇公司黑料不断，他的信徒依然遍布全国。丽莎在卧室墙上挂满了奥黛尔的照片，早晚3炷香，当菩萨一样供奉着。而且丽莎站在女权师角度，认为之所以这么多人攻击指责奥黛尔，根本原因是因为女人掌握了大权。在这种思维的引导下，一种奇怪的现象出现了，那就是骂奥黛尔的人越来越多，喜欢她的人也越来越多。铺天盖地的负面舆论让伯恩斯很不爽，所以在奥黛尔过生日时，他豪气地买下了推特送给老婆。据说推特前任老板乘坐自动驾驶的火箭不幸撞上了国际空间站，所以推特打折出售，被伯恩斯捡了个便宜，他直接删除了所有骂奥黛尔的推文，真正做到了主宰舆论。接受采访时，主持人怀疑伯恩斯加入了邪教，伯恩斯表示婚姻就是邪教呀，他老婆更是邪教头，他的任务是全力支持他。伯恩斯巧妙的回答化解了一场危机，但很快又出现了新的麻烦。一位匿名告密者勇敢地站了出来，提供了新的致命情报，他声称卡尔被人绑架了，因为卡尔想公开一个能毁掉公司的秘密，那就是海水淡化机不能用。此消息一出，救生艇公司的股价直接暴跌，各大杂志媒体争相报道，记者也天天追着奥黛尔跑。有关核心技术失败的指控正在威胁救生艇公司的生存，这家曾经走向辉煌的初创企业即将走向终结。奥黛尔很会打拳，别人问匿名举报者所说是否属实，他顾左右而言他，强调自己是女 CEO， 告密者是躲在阴影里的男人，怀疑他就等于怀疑所有女性，真就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。不过丽莎就很吃这一套，奥黛尔在舆论战上发起反攻，制作商业纪录片，甚至请名人来宣传，把淡化水跟各种商品绑在一起，好像不用淡化水泡的咖啡不正宗，不用淡化水泡的茶不地道。不久又闹出了救生艇冠名权丑闻，救生艇公司停止支付他们的体育场冠名权。伯恩斯的法律顾问绝地反击，拿到了匿名举报人的原始采访录像，发现居然是红墨。伯恩斯怒不可遏，当即召集律师出招，要彻底毁掉这个叛徒。律师天团坚持不懈地起诉红墨，传唤他到法庭
庭认罪。违反保密协议这事儿就够他喝一壶了。然而老莫不以为然，照旧吃吃喝喝。调查真相的环节，奥黛尔的狂热粉丝丽莎也参与其中，当场幻灭，人形梦碎了一地。原来凯尔被公司关进了地下实验室，逼他2个小时加班，且永不下班。如果凯尔不答应，公司高层就会公开他的不堪秘密，那就是他看了700场吉米巴菲特的演唱会。公司逼凯尔干的事儿让人恶心，他们在脱氧机里放健宝汽水，这是一种工业甜味极重的饮料，已经停产多年。就是你公司买了几千箱滞销的健宝汽水，把它兑进海水，用工业甜味压住了盐的味道。所谓的淡化水不过是欺骗未来的海水。没想到偶像居然是个大骗子，丽莎伤心不已。她想撕掉救生艇周边的衣服，无奈奥黛尔唯一诚实的地方就是周边产品的质量上。得知真相的人们意识到必须尽快采取行动，因为春天小学即将举办救生艇演示日，到时候数百名小学生将在谎言中喝下灌满健宝的海水，对身体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。演示日当天，奥黛尔忙着张罗一切，伯恩斯麻木地看着老婆犯错，红墨赶来劝说老板：“你给我清醒点吧。”他知道跟伯恩斯谈孩子是无辜的，那纯粹是对牛弹琴，所以他对症下药，几句话就摧毁了奥黛尔控制伯恩斯的关键。他表示，老板对这个女人的感情不过是心下的爱情，他们虽然结了婚，可婚后的爱情还没开始呢。到那时，配偶的缺点就会4K 高清般出现在你眼前，而你永远关不掉。伯恩斯受到启发，开始用已婚男人的眼光仔细查看妻子，发现他说的话自己越听懂，让人脑袋发晕的热恋瞬间破灭。孩子们喝下毒药他无所谓，他怕的是自己要担责任。说服伯恩斯后，红墨关掉了饮用水阀门，阻止了悲剧发生。伯恩斯跪求奥黛尔清醒，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，他们还有继续在一起的机会。然而奥黛尔不愧是顶级骗子，他不光骗别人也骗自己，哪怕被告上了法庭，进了监狱，他也不承认任何错误。连他祖父参加2战的事儿也是这疯女人自己脑补。虽然奥黛尔离婚破产，但好消息是伯恩斯继承了他的朋友圈。爱情之路的忐忑反而让他收获了一堆骗子的友谊。黑心企业家很开心，他喜欢邪恶和欺骗，但不能是自己被骗。以上就是辛普森一家第35季4集的全部内容。这里是草泥影院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小视频我们再见。